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透过刚刚的呼吸去想3件事，就是今年最消耗你能量的事是什么，或是你一直背负着的情绪是什么。Caddy and Caddy here. Grab your tea and take a seat. It's K&K chat time, chat chat and chat chat. Cathy，Hello，你今天怎么那么漂亮？你不觉得？谢谢你接收了。我觉得时间过超快，你不觉得吗？农历新年又到了，快的，我觉得好像才刚刚从4321转26，立刻就要过年了。农历新年对不对？可是我问你哦，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每次要快过年前，大家都在说要迎新年，要开心，可是你的心情感觉起来就是乱糟糟。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就是去年好像未完成的事情没有做完，然后情绪好像有点满，来不及，你知道释放，然后就要写下新年愿望了。而且到底在这么混乱的状态下是要怎样吉祥如意啦？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做一件就是非常温柔又有力量的事情，然后搞不好就是跟我们聊天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你不一定要去庙里啊，虽然说你也可以去庙里啦，就不一定有什么宗教立场，但是我觉得农历新年在台湾的文化里面就是比较强调就是所谓的除旧啊。除旧布新，然后清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打扫哦，擦擦窗子啊，拖拖地板，我觉得也可以把那个心里的杂物啊也整理一下心情。没错，在台湾以往都是大扫除，好像很少人就是心情大扫除。没错，那么大家，我们又来到了1年1度的大魔王。我觉得每次啊，就是只要过年要回外婆家，或是要去亲戚家，那个路程都超兴奋的。可是每次要进门那一刻，都提心吊胆，要屏息以待的那种感觉。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玩一个小小刺激的游戏，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游戏，来吧。不要太期待哦，我也不要太期待啦。那我以目前的大家，我觉得可以准备好你的笔或者什么的，或是你可以截图，然后看一下自己有中了几个呢？好了，叮叮叮叮叮。那我们要不要先来直接看到第1排最上面？看到了。催婚催生组知道吗？很多叔叔阿姨就比你还要着急。见面就问有对象了吗？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生了1个小孩之后还问要不要生第2胎，还有没有再继续生？你知道就是我真的这个有 check， 我先把它画红线。好了，现在来了第2组。天哪，我觉得我爸爸自己本身属于这种，算了，剪掉。反正就是会一直提到这种表哥表姐1个月薪水多少啊，年终领几个月啊，现在什么升官了吗 ？Oh my god， 真的是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有第3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你现在自己看到，你看到第3个了吗？这个我又要画圈圈了，画圈圈。这一组就是属于就是外在的身材。不能说他们真的在羞辱啦，但是就是会觉得说小小提醒，姑姑看你最近比较胖哦，你知道吗？怎样，跟你姑姑教你要说要多运动啊什么的，像姑姑每天都去爬山，突然变瘦，今年变瘦，还有跟你讲说你怎么都不吃啊，怎么变那么瘦，怎么做都不行但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姑姑姑姑我只是在举例而已No sense。现在我们看到中间最关键的这一排。看到了吗？第4个，这个有没有前途啊？就是属于你这个职业贬低组。我觉得就是会问一些说，你做这个好像接下来会被 AI 取代啊，你要不要去考个公务员，比较稳定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会帮他们担心他的那个什么职业的那个未来发展。对，在第5个就是一个。我想想看有什么可能，反正就是那种回来就看你不顺眼那种也算吗？因为我自己个人最常被攻击就是外在方面或者是一切，I don't know，maybe 反正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大家自我填入的，就是让大家去练习。反正我们就是给一个那个尴尬又不失微笑的那种不失礼貌的笑啦，哈哈。谢谢我们称作，就是深呼吸，谢谢姑姑，对，撑住。好了，关于第6点就是关于你的资产盘点组 ，My God，
你住在哪里？你的租金一个月多少？你要买房子了吗？就是一直在管你的资产啊。最近股票怎么样？maybe 会这样问啊，对不对？有没有赚钱？还有，你换新车了哦，BMW 不错呢，这种过得很好哦。过得很好，你不能替我开心吗？最后一个你看到吗？火力全开组。哦，这个炮火有强哦，有强烈哦。然后吗？第7个就是终极比较组。你看看那个王阿姨的什么小孩都怎样了？你看那个隔壁邻居的那个陈阿姨的女儿多优秀，还有那个谁已经结婚了哦。你是什么时候要结？你都30好几了之类的。怎么样？那你要不要直接就当他妈就好？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帮我相亲找一个又高又帅富二代，你再跟我说嘛，对不对？然后在下面还有一组就是假关心真八卦。Oh my god！你有遇过吧？告诉我你有遇过吧？有这种就是，你上次不是带另外一个男朋友回来吗？我老公换人了，怎么换人？我觉得假关心真八卦这种真的是，我现在不好意思再乱举例子，你可以帮我想一个长辈的昵称吗？长辈的昵称是不是？不可以叔叔姑姑这么近的，远一点的。外婆的姐姐的妹妹的，做外婆的姐姐的妹妹不就是外婆？怎么称呼？二姑婆之类的。二姑婆最喜欢这样啊！二姑婆只是关心你呀，想说问一下最近怎么样？那个男朋友怎样？你知道了吧？真的。压力很大，连男朋友做什么都要问男朋友学历怎样？男朋友现在怎样？年薪多少？你知道这种吧？真的很多都会问一下，就把对方的祖宗18代都把它挖出来。再来就第9个就是关于情绪勒索组。这个也很多我觉得这个比较出现在比较近亲里面，你知道？意思是说爸妈妈那种吧，我可以叫我爸，没有了，好，我爸妈不会，我爸妈比较凶一点，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会这样子。反正他们就是那种，我都是关心你才问的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定下来啊？就问你2句而已啊，你有必要这样子吗？大过年的，不要像这样吧，不要有情啊！是我觉得刚刚有连线成功的姐妹们或是好朋友们，不要担心，你不孤单，因为我早就连线，就是你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你已经 bingo 了。没错，但是说真的，这种几个都不重要啦，就是重点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回应，你懂吗？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不失礼又能守住你的边界感的这种神回复？我觉得对付这种焦虑啊，我觉得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温柔的把这个球呢丢回去。例如说，像我们刚才第一排感觉起来就是针对进度嘛，就是你什么时候要有小孩，你什么时候要买房子。我觉得可以用那种，阿姨，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其实我也在慢慢规划当中，都在计划当中。如果我们有进度的话，我会跟你分享哦，对不对？怎么还要先说他问的好？你真的很有智慧微笑，然后结束。我有进度，我再告诉你哦。针对那种关心的那种题啊，例如说，他关心我们的身体嘛，对不对？或者什么的，我就说谢谢你的关心，真的，我今年的重点刚刚好，想要全心重心都要放在照顾我自己身上。你真的好厉害哦，你都可以提点我，我现在过得真的非常的充实。谢谢关心，真的，阿姨，你真的好棒。就提到照顾自己之后，还不时一直夸奖对，然后顺便还要问他说：“阿姨，你也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哦，真的。”这个我有。还有吗？像第3种就是那种刚才你说什么隔壁邻居怎么样啊？隔壁邻居小孩那种比较题的话，我觉得就说对啦，我知道你们都是担心我，很关心我，我真的我非常非常感谢，然后也接受这些关心，但是每个人的节奏不同嘛，他想要现在结婚，但是我想要什么之后才安排，我现在的状态我很满意。他把焦虑的球丢给我们，我们就用温柔的球把它丢回去。真的很有智慧。但我觉得今年你一定要回台湾过年，我今年刚好回台湾过年，我再注意一下，我再写一下笔记，再跟你们分享。就是农历年完之后啦，
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有跟我们一起聊天的人在路上看到你，要跟你说新年快乐。我希望被认出来，拜托，请赶快认出我来。我已经准备好被看见了。我以前一定是那种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我喜欢戴帽子压超低的。我是谁吗？现在我觉得像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我觉得新年过年就免不了一定要先祈福嘛。可是我觉得在祈福之前，我想要先做一个小小的那种回头看，说2025的那一年到底教会了我什么事情。我觉得不一定要很伟大，我觉得你要不要列举3件事情，你学会了哪3件事情？我觉得对啦，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先分享我们自己2025年可以就是分享的，就学习好的3件事。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只有1件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挤出就是尽量3件事情来。不是你先吗？没有啊，是那个你先分享啊。不过好，没关系，我来第一件事情呢、我发现我只要一焦虑，我就会把行程排得爆满，就是也可以说，就是对于那个未来有点焦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要把事情排得很满很满。以前我就觉得说忙才是等于有产出有价值，但我觉得在去年的这1年的学习里面，我觉得有时候是用忙碌去躲避你的情绪，所以我现在会慢慢提醒自己说，留一点点空白，它不会让那个人生变得很糟糕，反而是让你多一个时间跟空间去看得更清楚全面，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空下来，你才会知道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不然你一直跑，你都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这是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焦虑就把行程塞满了，我觉得这样不就更焦虑了吗？好吗？看了，可是我就是一停下来，你知道，我觉得是那种一停下来，你反而有时间去想的时候，会让你更焦虑。我是这种人，所以我就会很想把时间都塞得很满，行程塞满，才不会乱想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去年这样子以后，我发现其实因为慢下来，你的脚步慢下来，然后你有那个空白的时间，你去审视你的那个过去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反而可以看到那个，你知道吗？就是盒子之外的东西，有没有？就是跳出那个框架。对，我只是不知道你以前这么 intense， 所以其实对，如果你过我的生活，你应该会焦虑到崩溃。这么空啊，还有2个小时，下一个行程。这样，然后我觉得第2件事情我学会的就是身体比脑袋还要诚实。我觉得就是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把情绪往身体里面压抑。我觉得过去的以往的经历来说，我都习惯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嘴巴都会说，哎，我没事啊，没事。可是我可能就会胃痛啊，然后肩膀很硬啊，然后可能就睡不好啊，多梦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会比较去倾听身体的讯号，例如说他可能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说哦，原来是我需要停下来。例如说我就是坐在电脑上做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腰有点酸的时候，以前我就是还是继续做，我就不理他，但是我现在就会站起来，然后抖一下，就是转一转身体啊，倒杯水喝啊。所以我就觉得不用搞那种超大的改变，就是做小的，就喝水啊，洗澡啊，早睡啊，然后走路10分钟啊，这种很多小事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就是让心慢慢有力量那一种。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超对，因为真的是每次都说没事啊，很放松啊，然后就转身就赶快冲去拉肚子，我也超就是朋友会问你说，你最近还好吗？就是你就会愣一下，很好啊，怎么了吗？对啊，怎么了吗？可是因为你知道外面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我就觉得我觉得你最近好像压力蛮大哦，是吗？好像是就身体上面真的都会有一些反应，例如说就是最近好像真的肩颈比较紧哦，那种感觉。我真的是去年1年，我真的发现就是我就是会头痛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眼压过高啊什么的，就是要休息。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大家。好，等等，2026身体越来越健康等。然后我觉得第3件事情就是我学会运气要变好，其实是少做一件让你消耗你能量的事情。例如说，你就少熬夜一次啊。然后少讨好一次啊，少解释一次，就是让自己的状态或能量的保护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好像就顺一点，真的就是
然后钱就一直进来，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你身体健康，就有更多的钱，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没错。好，那接下来要换我了哦。我直接切到第一个，我觉得2025年教会我的3件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活在当下，就是我觉得它不可以只是在当成一个口号了。像2025年，我很积极的在那个旅行。我觉得因为可能年初的时候你也知道，就是家里有一些巨变发生，然后变成是我觉得，那我有这个想法我就要做。像我朋友什么来美国出差好。他说要不要来找我，我就 OK 好，立刻买机票飞过去。我朋友要不要陪我，我就飞。所以我终于去了。我一直来美国6年，我很想要去的，就是芝加哥跟旧金山，我就今年都去了。还有我还说，就是我一直从2019年底来到美国之后，我就觉得好想回巴黎看看我的朋友。我跟你讲到2025年，我根本没有做票，什么时候来？每次都说明年、今年，从来没有。我这次就觉得好，我就买飞去波兰参加婚礼，就立刻就是付诸成行动，我就立刻飞回巴黎。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我是很实践在当下的。还有那个你也知道，我去的亡灵节，对，墨西哥亡灵节，有这个想法，然后就觉得 OK，Let's go， 就买机票去。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活在当下很重要，不要把生活中的大小事当成太理所当然。我觉得是要很有觉知的去，你要去感恩，然后去珍惜，好不好？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些旅程当中，我真的有学会就是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可能我们的家庭角色，我们比较多时间是需要付出跟照顾他人的。就比如说小孩还小，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多照顾他们，不是吗？他们就没错至少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渐渐会把自己放在更前面，就是对于他们的需求，我会先衡量一下，你知道，就天秤座，我觉得我会真的去实践它了。以前会觉得说，其实我不想，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好了，我现在就起来，好了，我现在带你去。但你懂吗？我觉得那种照顾自己的顺序是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学会照顾自己之后的当下，也学会接受这个现状嘛。那我现在就是我身材就是这样，我就是生了2胎小孩，就是有一点改变，我觉得会慢慢接受。以前我没有办法我会很纠结。我那些以前的裤子，你可以想象吗？我女儿都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不是，我都还没有丢掉没看到眼泪都飙出来了吗？你没有什么问题。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状态就是会发光。但是我以前就是我那些衣服，我就是会一直觉得说有一天一定穿得下。但是我觉得今年会变得好，已经过了6年了，还是我们就是我们就好好的面对6年了。那我们就面对现实好了，我就是去接受。可能生完小孩，我不知道女生身体多少都有变，就会有点变撑大或是骨盆，你懂吗？就是好像就是如果回不去也没有关系，我就接受。但是过去的我是很纠结，在于我要回到过去的身材，我要怎么样？现在我觉得就是接受原本自己的样子，我们就已经够好了。所以你现在已经够漂亮了。然后我觉得，当然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悟到，就是会觉得说，有些事情我们真的该放手就放手，接受它，然后就放手。就是臣服啦，臣服。对，我们这样讲就是偏积极面向的，因为我们还是会朝自己的目标安排前进，但是剩下就只是就像你说的臣服，然后我们就全然的去相信宇宙的安排就好了。但是一定要记得过好自己的生活，享受自己的人生。第二个就是回顾我的2025年，我觉得我有一整个半年都很低潮。然后我甚至我是允许自己的这样状态，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做啊，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会很理所当然的让自己低潮。但是虽然我允许了，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设好目标之后，就像我们2026年我已经写下我的清单嘛，那我觉得只要设定好目标，我们就直接勇敢跨出去，不要在那边
哦，我要先买一个 GoPro 吧，我现在要先买一个相机，我要先投资什么，然后我要先怎么样，你懂吗？就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我觉得就是想到什么每就去买，是不是？去做。就是没有，也许你的东西已经够了。像我之前要开启我的水晶的饰品，我会觉得说，那我一定要有这个工具，然后我要买这个。我觉得我的水晶不够多，我觉得这个链子不够好，我都给自己找一堆借口但其实你坐下来，你就觉得，我已经够多了，我就直接在这些材料当中，我不就可以发挥我的创意吗？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个月，那我们不要设到就是比如每天嘛，每天如果你可以，你也可以完成。但我自己会设比较远的目标，我会就是1月怎么样，2月怎么样，3月我要干嘛？我每个月我只设定一件事，小小的事情就好了，你懂吗？就是其实一个月一件，你1年后不是也完成了12件吗？大家一定要一起付诸行动，好吗？所以如果今年你觉得，就算你觉得很辛苦，然后或者是这些辛苦没，有，今年不辛苦啦，可能去年过的我说没有那么去年就如意的话，对不对？今年对辛苦就会2025年，像我说的，我低潮了半年。那我觉得虽然辛苦，可是好像真的是经历这些事情过后，好像我会变得更清醒、更成熟。所以我觉得2026年我一定要更努力的旅行。棒，一定可以的。会给我钱。一定可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朋友们，然后你也愿意就是留言跟我们一起做，说2025年教会我的3件事是什么呢？没错没就算你已经就是去年过的，你觉得不尽你自己没有达到你自己的目标，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些努力都是过程，因为结果都还没有到嘛，那结果还可以继续努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努力，这样。对，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地方可以在调整嘛，就是还有更好的空间，就这样而已。好，那我觉得就接下来，因为我们都已经把去年的一些想法都整理好了，然后我觉得就来到今天的重头戏，尤其是农历年前最重要的。没错，我们来插个鼓，我们就来祈福。但我先讲清楚哦，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祈福可不是迷信哦。我觉得对于潜意识来说的话，就是你说出来的话跟写下来的东西，都是在跟自己的潜意识下指令。你都是在跟自己说，我值得更好的生活，没错，我值得更好的我可以获得很好的健康，或是我已经拥有很好的健康。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啊，然后你可以坐着，你可以躺着，或者是你正在运动啊，那个通勤啊，或是先听没关系，回家再跟着我们一起做也没关系，都很好。我觉得就是阿 K 会带着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超棒。OK，好，那现在就换我了。因为如果现在就算你在健身房运动、跑步，anyway anytime，除了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做，有没有听到？因为我们要把，因为我觉得是这个练习可以先把眼睛就是闭起来，就是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就好了。那大家知道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呼吸，眼睛先闭起来，然后我们吸气。我们可以在心里默数到8秒左右，就这样吸到最饱满，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好像吸进了一些喜欢的感觉或是能量。我们可以稍微憋气，也可以数个8秒，然后慢慢让这些能量整个进入你的全身，感受到每个细胞。然后最后我们就再慢慢的吐气，你也可以慢慢吐，也是吐8秒钟，在心里默数，然后感受一下你自己吐气的时候，允许自己放下这些不再服务于你的这些能量，焦虑、压力都可以，慢慢数到8，吐到最底、最底、最底。感受一下自己全身能量的变化，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只是短短的，就是30秒钟，你好像可以
短暂的让你的脑袋放空，你觉得舒不舒服？只不过就是一段轻轻的深呼吸，我感觉现在空气都变得比较安静，好真平静的，哦。我觉得对，做完这个深呼吸之后啊，第二段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透过刚刚的呼吸去想3件事，就是今年最消耗你能量的事是什么，或是你一直背负着的情绪是什么。然后第3件事就是你一直这过去1年当中，你对自己讲过最苛刻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可以用各自的一句话命名，例如说我在关系里面一直很害怕被讨厌，或者是我觉得我不够好，或者是我很害怕我没价值。然后你想了以后呢 Kitty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你觉得？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看见它，然后接受它，然后就好好拥抱自己，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然后你也辛苦了，然后 let it go。 Let it Let it go。 go, let it go，我们把它命名之后，就把它放下。放下，然后感受一下，放下。如果大家想要搭配前面的深呼吸，也是可以持续的深呼吸，都很棒。真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为我们自己做祝福嘛。那我觉得祝福可以分成3种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祝福身体，就愿我们的身体都是睡得很好，吃得很安心，然后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很健康，很有活力。然后在我们的身体一直帮我们创造养分啊，或是氧气的那个心脏啊、肺啊、呼吸啊，我们各个器官都非常的有能量和滋养。然后第二个是祝福我们的心，就是希望我们在未来的1年当中，就是走得很稳健，然后心变得更柔软，然后更有力量，有 power。我也想要祝福，就是我们的未来的1年的这个 path， 就是这个路呢，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呢，都是更靠近我们想要的生活。一定的，一定会。而且我觉得心真的把自己心照顾好很重要，我就想要一直维持平静。对，好。那第4段就说完祝福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来设定一个你自己的意图，就是你的 intention。它可以就是一个字或是一个形容词，当做你的2026年就是新年的主题。例如说，你去年缺失，你刚刚讲的那些前面以上总和，好像要多一点爱，或是你要多一份稳重感，或是你可以变得更勇敢，或是你学会了去爱别人、爱自己，就是爱一个字也可以，或者是学会更健康，就是一个界限，跟家人有界限、小孩的界限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就丢掉过去的一切，从现在开始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新的人来过，你懂吗？我昨天在想说，我想要大胆的穿衣服，就是我觉得我现在都很无聊，反正 anyway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大胆了，反正就是会越无聊。好，那反正我们就先 anyway 选好一个字，那你也选好了吗？我选好了，我今年刚开始我就选好，我今年的字是 steady， 让自己更稳定。生活更稳定，然后跟身体状态更稳定，然后情绪更稳定，我觉得是我今年的意图。我觉得我想要有自信。我们先选好一个字，那我自己选的，我当然就永远 always 都要平静。所以选好之后，就是允许在我新的1年，然后活得更平静。把那个字填入就对了。对，然后你就感受一下，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稳定。可以给自己在短短的10秒钟也好，感受一下这个能量。所以这个能量已经现在就跟着你了，那你可以加一句话，所以明天开始我会做什么？为了达到平静，比如说我明天开始我会继续启动我的早晚冥想，甚至5分钟就是给一个落地的行动给他，去支持他。没错。所以我觉得有人可能想要健康，那他可能觉得，那我明天会开始提早睡个半小时，甚至提早睡10分钟，好不好？像蔡依林一样，9点半睡觉。9点半如果我可以达到的话，我无敌耶！好，那我觉得也可以设下一个，就是拒绝一个可能不必要的应酬，小小的事情，你知道吗？或是少回一封讯息都可以。
就是没有这么重要。他跟你分享一个好笑的那个短语音，你就是好，就是没关系，不一定要开启话题。就是当下嘛，专心就专心吃饭，就不要再对，像我对，手机放远一点。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是正面饮食的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共勉之，吃饭的时候就专心，不要那边配 iPad 又边滑手机，然后边吃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我觉得就是小小的意图，或是从一餐开始也可以，你懂吗？任何小事。对啊，那我觉得最后就是大家可以把那个手啊，然后放在胸口、那心间这样子，然后好好对自己说，我不需要完美，我只需要做回我自己就好，然后拍拍他，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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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你最棒了。真的，我一直在进步，没关系，我们很棒的。对，反正我觉得对，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转运3件套，不是玄学哦，是超级你知道接地你还要额外送一个转运3件套哦，哇，这也太棒了吧！对，我要送你们一个3件套，好不好？当然好啊！做完祝福之后还要转运3件套，这太棒了吧！转运怎么说？台语怎么说？教我一下好不好？我也不会台语啊。OK，anyway，我是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对哦，你是客家人，对不起。好，反正那我们直接来转运3件套了。来，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第一件就是断舍离一件物品。你知道，大家断舍离真的是我们很常提到断舍离，但实际上你有没有付诸行动？我之前看过 Netflix 上面有一个日本女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她有拍了节目，一个瘦瘦的女生，然后对她有一个节目，然后我觉得断舍离这件物品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选到一个东西，就像我的桌上就有一个莫名其妙之前换下来的灯泡，可能我今天就是已经放在这里很久了，然后书桌就是电脑、笔电、iPad 什么都 OK 啊，为什么会有一个灯泡？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喜欢，像我们今天就是先观众可以先丢一个东西，像我等一下就把这个拿去回收。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可以持续每天1个月，你看这么小的一个灯泡，或者是你可以只是一个电线，或是你的一本已经写完的笔记本，各种小东西连续做1个月，真的会觉得很清爽哦。真的，你知道吗？小到甚至连一个那种你知道小小的绑头发，好像有点松掉了。这样也是一个东西，大家不要太纠结，觉得一定要把什么电视、电灯、床都换掉，没有必要。太多了，太多了。这会花比较多钱啦，好不好？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减少清理掉一个关系中的内耗感，像我刚刚说的。例如有能量吸血鬼，他传了一个讯息，跟你抱怨了一长串，对。之类的，那其实你可以当下看到，你不要回应，你可以觉得就是不用马上做出反应嘛，我们先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你就远离，少回那个讯息，真的不会怎么样。那等你哪一天你觉得自己 OK， 心情好 OK 的时候，对啊，你再回，不要要求自己太多，我们就是清理掉一个关系中的内耗感就好了，或是也可以针对自己，对不对？对，你又开始苛刻了。这个关系不是只有对别人，那对自己也是一种。没错，为什么又来了？就觉察，对啊，然后就来就是说可以连接我们之前那个自我对话那一集，对不对？就是我们有听到那个对自己的批判的时候，先暂停，我们接受它，可是先去反映一下它是从哪里来的，对，然后不用做过激的反应。好，那连结就在这里，那一集大家也可以去回顾一下。好，那第3就是完成一个可能对自己或是什么小小的承诺。我跟你说，小到夸张都可以。它可以是像我这超爱吃零食的人，就我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个要求嘛，那我就是明天晚上吃完饭少吃1片巧克力，吃完了好，刚刚拿去没关系。
这我觉得你样就好。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完全不是设定不要这件事，你不要去做这件事，而是你用少去执行它。对一点点。对意识来说，反而不会抗拒。如果你是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它是会反扑的，就是我现在不能吃个，接下来我一定要吃很多。我跟你说，你讲到这个，真的很对，因为之前我们还有做过168，你知道吗？很流行的那个对168的那个阶段时，我在那个8，我吃到肚子快要撑破。我跟你讲不夸张，我吃到5点，我想说6点后不吃东西，我吃到5点59分，我在那边吃到我撑，然后我再开始那个16小时的断食。对，我觉得真的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要允许自己。然后减少那个量，我觉得好像我反而身材比以前更好就是加上运动效果更好，我觉得效果可以真的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刚刚讲那个理论，对，对，我觉得你刚才给的那个转运3件组都很实用，而且都很容易达到而且当自己做到这些承诺啊，或是丢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种自信心跟那种都会找回来。但是我觉得同时也要清理家里吧，那个能量的空间，我觉得只要你的能量进来，没错，不要占着那个位置。如果你现在男朋友真的对你非常不好，跟他分手。等一下，那这个我们先他自己做出判断啦，需不需要就是结束这段关系？我们就是我只是想要呼吁大家，我们可以尽量去远离有毒的关系，是 OK 的，你是被允许的好吗？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做，不要勉强自己，然后不要在那边可是，对，不要再可是了。就照顾好自己，我就只是想要表达这样。好，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是你今年想要丢掉的内耗是什么，然后你的新年主题字是什么啊？其实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那种截图或是看字的那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3个出来，好，或是1个也好。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你可以去看一下你9宫格里面的问题。你最怕亲戚问到的问题这个应该很多人可以回答我们。对，好，我今年要去把它写下来。对，而且今年我们也想要做一件事，我们想要发起7天祝福挑战，就是每天用30秒做一件小事，然后把新年的意图落地。所以你可以每天来跟我们打卡，然后 Day 1你做了什么 ，Day 2什么的，我们也会去按赞哦，然后祝福大家2026超棒的，越来越棒。我是卡比，是卡提，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